1983年8月25日，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。自此，一场轰轰烈烈的严打行动拉开了序幕。促使邓公做出这个决定的是1983年6月16日发生在内蒙古牙克石农场的一桩血案。在这起案子里，共有27人被残忍杀害。那么，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桩案子呢？牙克石是隶属于呼伦贝尔的一个小镇，这里地方偏僻，当地人主要以畜牧业和农业为生。牙克石农场是当地规模最大的一个农场，在80年代之前，有许多知青都曾经在此劳动。不过，到80年代之后，他们陆陆续续地被调回城里，还留在这里的大部分都是女知青。对这些年轻的姑娘来说，只要再等上1年半载，她们也就有机会调回城里和家里人团聚了。可谁也没想到，一天晚上，血案再次发生。牙克石农场的下乡知青，除了女知青之外，还有4名男性，其中一个便是19岁的于洪杰。于洪杰年纪小，但名声在当地可是坏得出奇。于洪杰的父亲是当地林业管理局的职工，所以从小于洪杰的生活条件比别人好处不少，父母对这个孩子更是极其溺爱。结果反倒给于洪杰养出了一身流氓习气，整日里偷鸡摸狗，打架斗殴，正经的事情是一点不做。刚刚念到中学，于洪杰在当地就已经臭名远扬。因为勒索盗窃等罪名，他被公安机关拘留了好几次，但始终不知悔改，大家见了他都恨不得绕着走。随着于洪杰渐渐长大，他工作的事情也提上了日程。那个年代，年轻人要工作是等着国家分配的。最有前途的那一批年轻人，大部分都去参军或者去工厂端铁饭碗。而以于洪杰的名声，参军或者进工厂都不可能。最后，他被分配到了牙克石农场。平心而论，当时国内大部分农场条件都不算好，不光处在偏远山村，而且连粮食供应都很困难，年轻人往往受不了这样的环境。但牙克石农场虽说偏远，但胜在资源丰富，吃饱穿暖不成问题。80年代，全国总体的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，这样的条件已经是很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了。但于洪杰非常不满，因为他知道待在农场没有什么上升的前途，而且农场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，又要出操，又要学习，又要劳动。习惯了游手好闲的于洪杰，没过几天就受不了了，开始上蹿下跳，甚至跑到领导面前去闹事。至于农场的集体劳动，于洪杰是一点都不想参加，一有事情他便装病。大队长批评了他几次，他反倒倒打一耙，说农场压迫他。看他实在不着调，大队长给了他处分。结果于洪杰更是怒气攻心，他直接当着大家的面嚷嚷要把所有人都杀了，听得队长何景增一头冷汗。当时何景增并不相信于洪杰这个小伙子敢杀人，不过于洪杰整日在农场里闹事，给大家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，所以何景增后来找了上级领导商量能不能把于洪杰调走。可是于洪杰的工作毕竟是国家分配的，想调动哪有那么容易，上级领导也无计可施，只能让何景增继续给于洪杰做思想工作。何景增十分无奈，既然于洪杰这尊大佛请不走，于洪杰便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，由着于洪杰胡闹，平时大家谁也不理他。可是大家的无视反倒让于洪杰心里火气更大了，他越想越钻牛角尖，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自己，认为活着没意思，到最后决定直接去寻死。可是若他自己安安静静死了，倒也罢了。问题是于洪杰是个毫无道德底线的人，他认为自己死也要拉几个垫背的，在死之前他要狠狠地报复农场里这些得罪过他的人。不过他一个人肯定办不到这件事情，所以他很快又找到了自己同宿舍的2个男知青，这2个人分别叫做韩立军和杨万春。巧了，他们和于洪杰一样来农场，之前都是游手好闲的混混，只不过这2个人比于洪杰稍微收敛一些。当然他们俩对于农场枯燥乏味的生活也早就心生不满，加上年轻容易受挑拨，总想着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，所以于洪杰对着他们慷慨激昂地讲了一番自己的计划，他们俩居然还真的动心了。随后于洪杰又带着2个同伙到了镇上，找到自己儿时的玩伴杜晓峰。杜晓峰当时没有正经营生，只能在砖瓦厂干临时工。于洪杰找到他之后，请他吃了顿饭，又说自己在农场受了委屈，让杜晓峰这个哥们帮自己去打个架。杜晓峰为了所谓江湖义气，立刻满口答应，3人约定了晚上碰面。
随后，杨万春还回了趟家，拿来了一箱子雷管和导火索，这些东西是他过去在石料厂偷的，一直没派上用场。几人晚上打算从镇上回农场的时候，又先后遇见了小混混李亮明、王守礼等人。因为过去于洪杰和他们都认识，所以当即拉他们入伙。其实这几人听说于洪杰要去农场找事，心里是有些打怵的。然而他们的心态却是，就算是犯法杀人，也不能让别人说自己怂了，因此咬牙跟着于洪杰去了农场。总之，于洪杰就这样一路走一路拉人，最后纠集了10个人的犯罪团伙来到了农场之内。来了之后，于洪杰将众人都拉进自己宿舍，先开始喝酒，足足喝了5斤多，众人都醉得不轻。这时候，韩立军忽然从腰间抽出早已准备好的尖刀，重重地插在桌子上，说道：“弟兄们，今天晚上我们给他们来个血染红旗沟，敢不敢？”众人一下子被吓住了，有人想说不敢，可话还没出口，韩立军的刀子先亮起来，众人只能点头。只有16岁的王守礼、19岁的李东东，因为始终不敢杀人，所以被绑在了宿舍里。最后几个人便走出宿舍，在农场里摸了菜刀、铁棍等工具，开始了一场泯灭人性的屠杀行动。而这个犯罪团伙里领头的于洪杰年仅19岁，最小的竟然只有15岁。他们首先闯进了10号宿舍，住在宿舍里的潘亮和赵波早就已经熟睡了。于洪杰面目狰狞地扑上去，直接对着潘亮的胸口连刺了7刀。随后韩立军也冲上去进行了补刀。睡梦中的潘亮被刺得血肉模糊，当场没了呼吸。睡在一旁的赵波被动静惊醒，看见眼前的一幕，吓呆了。于洪杰没给他反应的时间，一刀划开了他脖颈的大动脉。如此血腥的场景竟然没有让于洪杰感到害怕，他只是兴奋。他举着沾血的刀，对着身后还有些怯懦的几个小混混吼道：“傻站着干什么？上啊！”事已至此，所有人的脑筋都混乱了。在于洪杰的几声怒斥之下，几个小混混脚步踉跄地冲上前去，对着潘亮和赵波的尸体一通乱砍。随后他们又跑到8号宿舍故技重施，只是打斗声又惊醒了住在不远处的农场指导员王化忠。王化忠不是普通工人，他是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，战斗力强不说，他的宿舍里还有一杆枪。只是王化忠并没有想到农场里发生了杀人事件，他还以为又是于洪杰带着几个小流氓在宿舍里喝酒胡闹，因此放松了警惕。于洪杰担心王化忠等一会儿反应过来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冲进了王化忠的宿舍。王化忠还没反应过来，几个人便一拥而上，死死地将他按住。随后于洪杰举起手中的铁锤，重重地在他脑袋上砸了好几下，砸得血肉横飞。可怜一个上过战场的英雄，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在了这场屠杀之中。杀害王化忠之后，于洪杰几人砸开柜子，取出了属于王化忠的那杆枪，继续他们残忍的屠杀。而农场里的17名女知青则住在位于农场后方的4间大宿舍里。于洪杰把住在前面宿舍里的男性全部杀光之后，带着几个人气势汹汹地杀到了后面。方才于洪杰杀人的时候，不断传来的打斗声已经将女知青们都惊醒了，可是他们摸不透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因此只好锁上门窗，不敢出去。不过久经风雨的宿舍大门被这些流氓地痞3两脚就踹开了。一看到手里拿着刀拿着枪的于洪杰等人，女知青们更是吓呆了。于洪杰狞笑着把他们一个个赶出了门，拉到了依旧布满鲜血的2号宿舍。看着女孩子们吓得瑟瑟发抖，于洪杰得意洋洋，一边喝酒一边吹嘘着自己刚才的杀人经过，甚至边说还边在几个被害人尸体上补了几刀。有几个胆小的女知青当场吓昏了过去，面对这群手持凶器的歹徒，他们根本就无力反抗。到了凌晨，于洪杰拿枪逼着女孩子们钻进了农场的一处菜窖之中。另外李东东也被绑在这里。本不同意杀人的王守礼被一连串杀人事件吓坏了，磕头求饶，同意和于洪杰一起动手，这才被于洪杰放开了。其实这里女孩子们还有一次逃跑的机会，因为把人关进去之后，于洪杰等人又出去喝酒聊天，并未把守门窗。可当时大家都已经吓破胆了，害怕出去之后迎接他们的就是于洪杰的枪口，因此没有一个人敢逃跑。转眼间时间来到了下午1点，此时于洪杰已经决心自杀。不过在临死之前，他还没想好怎么处理那些女知青。这时众人的酒醒了一大半，想到刚才肆无忌惮的杀人感到后怕。
于是有人提议，不如把这些女知青放了。可于洪杰坚决不同意，众人吵了一通，最终决定放了其他人，但把那些平日里得罪过他们的或是长得漂亮的留下，先强奸再杀害。很快，于洪杰等人将7个年轻漂亮的女知青拖出了菜窖。这几个女孩子疯狂地哀告，可是于洪杰不为所动，不断地拿性命胁迫，对这些年轻姑娘进行了残忍的折磨。施暴之后，于洪杰等人将几个女知青赶到一处，端起枪来，在屋内进行扫射。几个女知青很快纷纷倒在血泊之中。做完这些之后，于洪杰拿出了早已经准备好的雷管、汽油等等，计划自杀。这时，几个小流氓动起了逃跑的心思，他们可不想陪着于洪杰一块死。可是于洪杰这时候已经杀红了眼，再次端起了枪，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同伙。几个人就在血流成河的农场中混战了起来，有几个人逃跑了，有几个人被迫留下。最后，于洪杰把一根点燃的烟扔在了汽油桶上。很快，农场发生了剧烈的爆炸，于洪杰被炸成严重烧伤，并且断了一条腿。幸好那几个被关在菜窖的女知青在爆炸之前跑了出去，被当地村民发现，送到了公安局。人们这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一个法治国家竟然发生如此血案，最小的受害者是农场里一个孩子，只有2岁。这起案子震惊了所有人。当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，只发现了重伤的于洪杰，其他人伤得不重，早已经逃窜。一时间人心惶惶，牙克市的居民都不敢出门，甚至其他人乘火车到了牙克市都战战兢兢。由于事情过于恶劣，很快便惊动了邓公。邓公怒不可遏，直接下令出动解放军军队，对逃窜的凶手进行搜捕。几天之后，参与此案的凶犯全部缉拿归案。然而令人气愤的是，由于他们大部分都是未成年，因此只有领头犯的于洪杰和杨万春被判处死刑。此案发生之后，人们意识到随着社会发展，恶劣的刑事犯罪已经逐渐增多，因此国家才做出了严打的决定，用强硬的手段维护国家的治安。